Hello， 各位人家的家人們，大家午安。今天又是一個人露營的一天，然後又是一仗包場。我在哪裡呢？哇，我開了好久的車，這就是我很喜歡拉拉山，但很少來拉拉山的原因，也太遠了吧，親愛的。好，我們現在在哪裡呢？我們在拉拉山的雄居露營區，這裡呢海拔有1400多，所以即使有太陽，那也是假的。現在的溫度呢，大概是，我看一下，現在的溫度13度，所以呢，即使是有太陽，也是假的。但是還是不能忘了氣功啤酒。大家柴爐呢已經完美設置啦，那現在呢就是準備下午茶跟布置睡覺的地方。哇，眼前的風景也太美了。我們等一下一邊布置，然後一邊欣賞外面的風景，跟一邊準備下午茶。我們的下午茶準備好了。今天下午茶吃什麼呢？吃地瓜。哇，好香哦！好甜。
然後還有今天吃白木耳，這次的那個白木耳啊，我是用生的木耳，所以它很快就爛了。上次怎麼燉都燉不爛。甜甜的下午茶，好幸福。我還是比較適合，就是沒有人。上一路純粹是因為我兒子，就是他很想要被認出來，結果就是沒有人認出他。然後我被誰認出來了？我被路過的營主，好笑。那路友是沒有人認出我們啦，不夠紅。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族群的關係，因為可能看我頻道的人，大部分也是平日露營的人嘛。然後我們那天是假日露營，這樣。對，可是平日露營真的很爽我今天有掛內掛帳，因為什麼今天來拉拉山，就是剛好有那個強烈大陸冷氣團。那我定位的時候呢，原來是有幾率可以下雨的，可是天氣就是這樣嘛，充滿了变化，然後所以呢就變成一個大晴天。是因為我是情侶系 YouTuber 嗎？許願，希望2026年的1、2月可以有機會讓我在雪中露營。上次的雪露真的是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对，那如果想看雪露的話，可以去看塔曼之光那一支影片。哇，那一次真的是好冷，但是好漂亮。希望有機会可以在一次雪中露營，我來認真吃下午茶，然後呢，你們看一下外面的風景，外面風景真的好美。好啦，吃完下午茶，帶大家來看一下今天的營位配置吧。今天呢，一樣出動小居帳，然後呢，後面加了延伸，然後就會獲得一個無比大的客廳。然後這是最近非常喜歡的露營推車，可以當桌子用。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帳內配置，這邊是衣架。然後我忘了帶防燙網，所以今天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後晚上呢，聽說會很冷，所以我加了內掛帳。那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雄居露營區吧。好，這裡呢應該是營本部，我們先來去看看吧。哇，今天的夕陽好漂亮哦。這邊呢有一個觀景平台，但是也是營主的家，所以我們不要打擾到營主。那這邊就是 A 區的草地，那 A 區呢總共可以收9帳，是個很漂亮的草地。但是呢要小心哦，它是有一點點的沒有那麼平整，所以大家在搭帳的時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。不知道這樣鏡頭裡面看不看得出來？那不過因為我一帳包區，愛怎麼搭就怎麼搭。那正常情況下呢，其實車子不一定可以上草皮，因為如果滿帳的時候，就營主會有規範大家停車的地方，大家就遵守營區的規定。那這邊呢是衛浴，然後我本來不知道這裡的洗手台也有熱水，好幸福哦！冬天就是會希望有那個熱水的洗手台，然後有提供吹風機，然後這邊呢就是衛浴，我剛剛來使用過，非常的乾淨，而且超漂亮的，有沒有？很大間呢，總共呢有3間，啊，晚上呢來洗洗看，再跟大家分享。那這裡呢有男士的小便斗，然後有坐式跟蹲式的
廁所真的都整理得非常乾淨。那不過因為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啦，我們去 B 區看看咯。B 區就從這個斜坡下去就會抵達啦。哇 ，B 區離山更近了耶，然後也是很漂亮的草皮。B 區的話呢，總共是收6帳，哇，好美哦！但是真的好冷哦，因為太陽漸漸要下山了，然後那個溫度可想而知，就是又要直線溜滑梯了。哇，不過真的好漂亮哦。等晚餐的时候呢，讓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帳內布置。這個衣架，它今天真的發揮了很好的功能。然後我的睡覺的區域，晚一點我們再把煤油暖爐打開來。然後這邊是視聽區，我覺得這樣挺好的耶，還不錯哦。然後啊，因為這個海尼根的月亮椅，它的布有點薄，我前幾錄的時候我覺得屁股涼嗖嗖的，所以我就放了一個毛茸茸的坐墊，這樣舒服多了。哇，外面真的好冷哦！我今天呢，晚上來吃個簡單一點的。我要出門的時候，從我媽的冰箱偷來的，這是酸辣粉，他那天剛好買的，我想說就這樣簡單的吃啊。大家一個人露營也會很認真的準備食材嗎？我承認我不會，我就只想簡單的準備食物。這水是不是可能加得太少了？我沒有暖爐已經拿出來了，剛剛一度很衝動的就想點了，可是其實在帳篷裡面跟帳篷外面真的是還差蠻多溫度的啦。如果我現在就點的話，好像有點太誇張了。這個酸辣粉在哪裡買的啊？其實我也不知道，我媽買的。我覺得我今天帳篷裡面布置的非常舒適，因為它的延伸帳啊，就是小居的延伸帳，如果沒有鋪內帳的話，其實它是會有風灌進來的。那因為今天的體感溫度只有2度，我怎麼會這麼衝動呢？我那天真的是因為就很想看下雪，然後我就訂了這樣。不過其實還好啦，因為我的保暖裝備是都蠻足夠的。就這樣放進去煮，我就喜歡這種可以很快吃上食物的料理。然後少少的，我們就讓它滾一下。等一下
吃晚餐嘍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準備好了，非常的簡單。喜歡一個人露營的時候就是這麼簡單啊！現在吃個牛肉，用酸辣粉煮的，好好吃哦，這是我新開發的零糖脂的啤酒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這喝起來不像零糖脂但是它真的是零糖脂。哇，這個好喝。酸辣粉很滑溜，哇！別跑！後方呢，你們會一直聽到那個煮水的聲音，因為其實，在帳篷裡面燒柴爐，那個帳篷裡面是會非常乾燥的，然後所以也要喝熱水的同時呢，就把茶壺放在上面讓它滾，就也會有那個水蒸氣。這間湯頭不錯。好好吃哦。重點是不用備料，怎麼會有這麼懶惰的人？不用備料，不用調味，就有東西可以吃，真不錯。然後這邊的那個洗手台還有熱水，所以等一下洗碗的時候也不用擔心很冷，因為現在外面真的好冷。吃晚餐嘍。宵夜時間，這個呢是日本的蜂蜜美酒，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雄居露營區洗澡的心得。它的熱水很熱，不過呢，因為這邊海拔很高，這邊有1480，所以它的水壓相對是比較沒有那麼穩定的。但是營主很貼心的在淋浴間裡面是有放水桶，所以建議大家就是可以先漏到水桶裡面，然後再來 shower， 这樣子會比較安全。那我今天呢就沒有洗頭了，因為我的頭髮實在太多了，所以就是洗身體這樣子。那外面真的很冷，然後淋浴間很大間，如果你帶小朋友一起進去洗的話是沒有問題，空間是足夠的。然後它也有提供那個沐浴乳跟洗髮精。
對，所以我覺得還不錯，是乾淨合格的衛浴，然後排水很好。哦，我真的很害怕那個營區的排水不 OK。對，剛剛那個水排得非常非常的順利。然後外面現在的溫度非常的低，所以其實我已經把煤油暖爐點下去了，那柴爐還在燒。很多人會覺得我有這麼怕冷嗎？就是有必要又開柴爐，然後又開煤油暖爐？其實是因為柴爐它的火變小的時候，帳篷的溫度就會降低。那我想要維持就是帳篷裡面的恆溫，所以我會在睡覺之前就提早先把煤油暖爐開下去。然後大家一定要記得使用那個一氧化碳監測器，對，就是在那邊。那再加上其實帳篷它真的不會完全密閉，然後我的帳篷是有煙囪孔嘛，所以其實很多的廢氣啦，或是一些熱氣，它也是會從煙囪孔散失的。对，所以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我，但是你們如果在使用的時候呢，也要记得保持通風，然後最好就是也是放一個一氧化碳監測器。那現在帳篷裡面的溫度呢，非常的舒服，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溫度。对啊，好舒服哦，然後好好喝哦。哦，我的雞胗還在熱，等一下呢，我們就來吃宵夜吧。哇，這個雞胗好香哦，這是在那個 Seven 買的。哇，好香。好適合當下酒菜。家人们早安啊！虽然氣溫依舊很低，我剛剛早上起床的時候大概是8度左右吧，但是呢，帳篷裡面依舊非常的溫暖。今天早上，因為我可愛的腦又忘了帶被子，但我妹說用那個不鏽鋼盒真的有點臭，所以呢，我換了一張新的。這個山居露營區
看出去的山脈風景真的好漂亮。今天吃厚片吐司，上面是柑橘果醬，然後下面是紅豆泥，2個口味。好好吃哦！這個也是我在開樂迪買的，它有這種小包裝的果醬，因為如果你帶太大瓶到露營區，有時候萬一你回家忘了拿起來，那個果醬就會壞掉。好好吃。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，很舒服，因為没有暖爐的關係，所以帳篷裡面的恆溫呢，大概是在23、24度上下，然後再搭配上睡袋，其實就還蠻溫暖的。我覺得冬天真的很重要的裝備，柴爐、沒有暖爐，然後一顆好的睡袋。其實我以前是會帶電毯，但是後來有這些裝備之後，我就真的沒有再帶過電毯了。而且像如果你們是假日露營為主的話，營區人很多嘛，如果每個人都每一帳然後都帶一些所謂低功率的電器，我覺得還是會有跳電的風險，因為畢竟在山區本來那個電壓就不是那麼的穩定。那因為我是平日露營，所以其實如果我要帶低功率的電器，我覺得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可是因為玩火還是比較好玩，所以我決定捨棄我原來低功率的那些電器。這樣，我們來吃早餐嘍。又是乾燥車收的一天，哇！這一次呢，來到遙遠的拉拉山，開了3個小時左右的車，但是我覺得真的好值得。這邊呢，雄居露營區，它的海拔有1480，然後面對的就是這樣子寬闊的山景。然後我本來是為了追雪而來，結果沒想到氣象就是不斷的變化，所以沒有成功追到雪，沒有關係。然後昨天晚上真的很冷，大概4度，然後體感溫度2度。不過還好，我的帳篷裡面其實是蠻溫暖的。然後整體來說的話，雄居露營區它的位置其實離那個拉拉山的，就是那個 Seven， 大家知道嗎？上巴黎那個 Seven 其實不遠的，大概8分鐘，所以它不用開非常非常遠的山路。如果大家來過拉拉山露營的人就知道，其實中興農路上面有很多的露營區，然後
有一些是真的在非常的上面，所以你要開很多的小路。可是那個雄居露營區還好，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它的路況算是還不錯。那全區總共加起來就15帳，它很適合就是你整團包起來這樣子。然後唯一的小缺點就是因為它其實離中興農路很近，所以你會聽到一些車聲啊什麼。那不過因為山路嘛，其實也沒有太多的車啦。然後哇，真的是野前的風景真的好漂亮。那營主人很好，不過因為也只有我一個人，對，就是謝謝營主的陪伴這樣子。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咯，就是推薦給大家的露營區，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露營區。然後整體來講的話，就是高海拔的風景，然後路況都還算可以，然後衛浴很乾淨，而且熱水非常的熱，只是你要記得就是漏到那個桶子裡面這樣。好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咯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還有開啟小鈴鐺。那也可以上我追蹤遠家的移動城堡跟我們的 Instagram，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訊息。看影片的同時，不要忘了幫我熱推哦。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，拜拜。